为什么都说陆树铭之后再无关云长？陆树铭走了，世上再无关云长，就是他的这种形象和气质，简直把他生下来就为这个角色生下来。1990年，央视筹拍《三国演义》选角时，由于关羽作为历史上的传奇人物，可不是随便找个演员就能演的。也正因如此，关羽一角迟迟定不下来。就在这时，西安话剧院的郭达得知此消息后，立即向剧组推荐了同剧院的陆树铭。那是我们俩一个单位嘛，我俩关系也好。他就碰见了这个《三国演义》的摄影师李耀宗，忙啥呢？哎，现在选演员的，选的都定了，就关公定不了。哎，郭达说，我给你介绍个人，我们单位的哥们儿，我的兄弟。然而，当导演王福林看到陆树铭照片的第一眼，就被他与众不同的眼神吸引了，于是决定派工作人员前往西安进行面试。然而，陆树铭因拍戏繁忙，让工作人员在饭店等待了3天，或许冥冥之中自有注定。正当工作人员准备返程之际，陆树铭终于出现。当陆树铭换上关羽装扮后，就连他自己也都震惊了。而王福林看到这样的陆树铭，更是坚定了让他出演的决心，于是当即决定开拍《三国演义》的前6集。然而在拍摄的过程中，陆树铭却遇到了困扰，因为他找不准角色的感觉。为此，他还与王福林导演及剧组进行了谈话。意识到角色的重要性，陆树铭随后便对这一角色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刻苦钻研。练刀，我就不相信，是不是？我说我也是个人，所有的我的词手抄一遍，手抄一遍就记了，记住，然后贴到墙上，刷牙的那个镜子上，因为刷牙就得找感觉。下雪天，我跪在床上配着大衣，是不是马上打仗？再找感觉。前6集真的没找到感觉，是个壳。逐渐的，就突然一下，就像触电一样，突然一下，那一瞬间找到了脉搏的跳动。一瞬间，最终陆树铭成功的塑造出了义薄云天、忠肝义胆的武圣人关云长。他手挥青龙偃月刀，每一次出手都如同武神附体，那种霸气侧漏、傲视群雄的气势，即使隔着屏幕也令人难以抵挡。而陆树铭不仅呈现了关羽作为武将骁勇善战的一面，更传递出了他的忠和义。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精彩演绎，才有了陆树铭之后再无关云长这句话。拍摄关羽之死那天，现场发生的一幕让所有人头皮发麻。原本温顺的赤兔马突然仰头长嘶，双眼流泪，这一幕没有预演，却被镜头意外记录，成了全剧最戳人的片段之一。那天的气氛从一开始就不对劲，彤云密布，朔风刺骨。大雪下了一整夜，天还没亮，陆树铭就穿上战袍，扑通跪在雪地里，朝着远方磕了3个响头，要拜关老爷。抬起脸时，眼泪已经止不住了。他后来说，尤其拍败走麦场，我说实在，我心如刀绞，我就感觉我要去死了，我就要普刑场了。等他拜完回头一看，身后的群众演员不知何时一齐刷刷跪了一地，无人发号施令，所有人都被感染了。开拍前有一场戏，关羽与张飞诀别，原著里这场戏笔墨不多，导演也没给什么台词，可陆树铭合适演张飞的李靖飞，戏里戏外都是兄弟，这一别，戏里不知何时再见，戏外剧组就要散了，据说还是李靖飞临时加戏。哥，保重啊！三弟，你也保重。短短几个字，两位英雄仿佛活过来一样。现场那些部队来的硬汉群演，好几个都偷偷抹眼泪。拍完诀别戏，全剧组都沉浸在悲伤里。突然，那匹赤兔马仰天长嘶，满是悲凉，所有人浑身起鸡皮疙瘩。紧接着，所有人都看到马的眼角流下了眼泪，现场所有人都懵了。这匹马跟了陆树铭整整3年，特别通人性。陆树铭一出现，他就会打响鼻，像在打招呼。可谁也没想到他会哭。有人说是天气太冷，但更多人相信这匹马也在跟关二爷告别。这画面太有宿命感了，就像命运安排了一场告别仪式。导演喊杀青时，陆树铭哭了，他跪在雪地里，一跪就是20几分钟，雪越下越大，肩头、头顶都落满了雪花。他一动不动，像一尊雕塑，良久才慢慢站起来，深深鞠了一躬。后来他说了句话：我塑关公，关公塑我，我塑造了关公的形象，关公塑造了我的一生。但很少人知道，达到这境界，他经历了什么。一开始，陆树铭压根没把这角色当回事。1991年，剧组到西安选角，陆树铭在外地拍戏，家里没人，剧组在门上塞了张纸条，就走了。就在剧组离开那天，西安突然暴雨，下了3天3夜。远在外地的陆树铭莫名心神不宁，总觉得家里窗户没关，实在坐不住了，他就请假冒雨赶回家。推开门，窗户关得好好的，正纳闷呢，转身看到了门上的纸条，《三国演义》剧组找他试镜关羽。他后来说，你说这是不是命？这是冥冥之中的东西，这叫因果。老天爷睁开眼了，就是让这个孩子去吧，
当时去试，他太适合了。看到纸条后，陆树铭联系了剧组。当他浑身湿透赶到酒店时，导演王扶林已经不抱希望了。结果他换上戏服，手持青龙，偃月刀往那一站，王扶林眼睛一亮，就是他了，关将军到位了，形象如此契合，陆树铭就没多在意这个角色。拍摄开始后，导演总是在皱眉，觉得形似而神不似，总是差点意思。渐渐的，剧组也不满了，计划再找别人试妆。更崩溃的是，拍到关键阶段，陆树铭竟然消失了。有人来告状，说看到他在西安老家打麻将。王扶林气得破口大骂：你也不要以为你演了关公，你就真是关公了，你的尾巴翘的可以了，严肃的就差点骂了。你这部《三国演义》干好了做好了，等于你20部电影，20年以后还会有人记住你。电话那头，陆树铭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挂了电话，他一个人坐着想了一整夜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买了最大的笔记本，开始一字一句抄剧本。84集的剧本从头到尾抄了一遍，抄完贴的满屋都是，墙上、马桶边、镜子上，到处都是关羽的台词。除了吃饭，他再也不出门，整天对着墙上的台词比比划划，嘴里念念有词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反复琢磨关羽每句话的语气，每个动作的神态。慢慢的，他开始频繁梦见关公，每次梦里都能聊很久，醒来却记不清聊了什么。直到有一天拍戏，陆树铭突然浑身一震，头皮发麻，那种感觉说不清，就像一瞬间被醍醐灌顶。他说仿佛摸到了关公的脉搏。从那以后，陆树铭像换了个人，原本骑马比马还紧张的他，居然能在马上完成高难度打斗，千里走单骑水淹七军挂骨疗毒这些经典桥段都一条过。但为了这个角色，陆树铭吃了多少苦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为了还原关羽的丹凤眼，他每次拍戏前都要被化妆师用胶带从太阳穴往上拉，把眼角生生吊起来。拍完戏一撕，钻心的疼，一天2天还能忍，可这一拍就是3年，时间久了，太阳穴那2块皮肤开始起泡、溃烂、化脓，每次贴胶带都跟上刑一样。直到陆树铭去世，那2处疤痕还清晰可见。关羽的马戏多，陆树铭又不用替身，摔马成了家常便饭。最严重一次摔伤了胯骨，躺了整整1个月。就这样，他坚持了3年，也正是这3年的磨砺，让他从最初的不屑一顾，到被导演痛骂警醒，再到废寝忘食琢磨角色，最后真正达到人戏合一。陆树铭把自己活成了关羽。来者何人？汉寿亭侯关羽，我关元良。如插标卖首尔，我堂堂丈夫焉能背义投敌？身虽死，民可垂于竹帛也，又何惧哉？《三国演义》播出后，王扶林当年那话应验了，不止20年。30年后的今天，只要提到关羽，大家脑子里第一个出现的就是陆树铭的脸。全国各地的关公塑像、年画、剪纸都开始以陆树铭为原型，陆树铭成了中国老百姓心中关公的标准像。2022年11月1日，陆树铭因心梗去世，享年66岁。消息传出，网上全是关二爷走了的话题。有人说不是关二爷走了，是陆树铭老师走了，但他演的关羽会永远活在那部《三国演义》里。有人问为什么现在拍不出这样的剧了？答案很简单，不是拍不出来，是没人愿意这么拍了。零下30几度跪雪地，为了角色手抄剧本，摔断腿还坚持拍，这样的拍摄方式已经成为历史。但那些经典，那些真正用心血拍出来的作品，永远不会过时。我想说，能看到陆树铭老师演的关羽，是我们这代观众的幸运，向老艺术家致敬。